江若锦，签了这份家产转让契，喝了这杯化骨散，看在相识3年的份上，我顾怀瑾还能让这黑风寨的兄弟们给你留一句全尸。黑风寨的土匪绑了我，你不去报官，竟敢伙同他们谋夺我江家家产！报官？你一个浑身铜臭味的商贾之女，也配做我未来的探花夫人？不妨告诉你，今日这出绑票本就是我给黑风寨大当家出的主意。大当家，您说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顾老弟说的对。江大小姐，你当初为了护住这小白脸的名声，宁可在大街上随便拽个又哑又残的臭乞丐成亲，以此来堵住悠悠众口。可人家顾才子转头就把你连人带钱全卖给老子了。我江家商铺遍布13州，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爹？等你今天死在这儿，我便是江家唯一的女婿。你那瞎了眼的老爹只会把万贯家财双手奉上，求我替你报仇，喝下去！什么人敢闯我黑风寨？阿金，你不是被我锁在柴房里吗？江若锦，这就是你的救兵，一个残废乞丐，来得正好。今日本开子就送你们这低贱的狗男女去阴曹地府做真夫妻，杀了他！聒噪！江若锦，在府里拿鞭子抽我的平妻去哪儿了？别人喂你毒药，你就不知道张嘴咬碎他的喉咙吗？阿金，你竟然会武功！反了！反了！兄弟们并肩子上，他再能打也只有一个人，给老子把他剁成肉酱！一个人对付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蝼蚁，我连双手都不需要用。一个人对付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蝼蚁，我连双手都不需要用。阿金，小心！大侠饶命！大侠爷爷饶命！是顾怀民，是这个姓顾的读书人给我们出的足迹，说事成之后分我们江家1半家产，我们才猪油蒙了心啊！我可是未来的探花郎，怎么会与你们这些贼寇同联合污？若锦，你信我，我是被他们逼的，我是为了救你才假意逢迎的。顾怀瑾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刚才你逼我喝毒酒的时候，可不是这副嘴脸。若锦，那毒酒是假的，我怎么舍得毒死你？都是误会。若锦，你等我，我这就回城报官，带人来救你。想跑？阿姐，救我！别怕，只是些下三滥的迷药和劣质毒药混合的玩意儿，死不了。站稳了。阿金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乞丐。我是什么人，江大小姐不用管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从现在起，只要我不死，江家就不会倒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平时那么苛待你。苛待？江大小姐可能对苛待这2个字有什么误解？就你那点猫挠一样的力气，全当给我诵经过了。你滚远点儿，别吓着他。刚才是不是有人？你看错了，
那是林子里的野猫。江大小姐还是留点力气，想想回府后怎么对付那恶人先告状的顾大才子吧。这个衣冠禽兽绝对不会放过他，我要扒了他的皮！这才像点样子。记住，以后想杀谁，别自己动手，告诉我，我替你把刀磨快点。岳父大人，你快拿个主意救救若锦吧！那个死乞丐串通黑风寨的土匪，把若锦给绑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我的若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婿本想带若锦去西山踏青，谁知半路冲出一伙悍匪，小婿拼死护着若锦，拼了这条命才杀出重围回来报信。岳父，那土匪头子发话了，必须拿江家13家商铺的地机器去赎人。您快把地契给我，我这就去换若锦回来。用我江家的地契换我的命，然后你再把地契顺理成章的揣进自己兜里吗？顾怀瑾，你算盘打得可真响啊！爹，您千万别信他的鬼话。若锦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岳父，您听听，若锦定是被这乞丐下了降头。黑风寨那是何等凶险的地方，连州府的官兵都剿不灭，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残废乞丐，怎么可能毫发无伤的把人救出来？你接着编。岳父，您看他这副有恃无恐的样子，这分明就是他与土匪勾结演的一出苦肉计。他先让人绑了若锦，再假意救人，为的就是骗取若锦的信任，从而霸占江家财产。请岳父立刻乱棍打死这个乞丐，将江家产业交由小婿家里，方保万无一失。若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放你娘的狗屁！他阿金要是有这本事，能在我们家后院劈3个月柴，天天吃你的馊饭。顾才子既然一口咬定我是劫匪同谋，那不如我们现在就去京兆尹的大堂上击鼓鸣冤，请关老爷定夺。去就去，我乃堂堂秀才，未来探花，知府大人与我更是忘年之交。关老爷自然信我这读书人，岂会信你一个平民？哼，哦，忘年之交。那不知道顾才子左边袖带夹层里那封与知府大人私相授受，用3000两白银买卖今年秋闱考题的密信，经不经得起关老爷查验？你胡说八道！什么买卖考题，一派胡言！是不是胡说？搜一搜便知。江若锦，你是死人吗？还不叫你家丁动手？来人，给我把他按住，搜他的左袖！你这畜生，竟拿我江家给的书神去贿赂贪官买题！不仅如此，你还联合土匪绑架昭昭。来人，把顾怀瑾给我棍打出江府！从今往后，江家与他恩断义绝。你们这群下贱的商贾，你们以为拿到一封信就能扳倒我？知府大人是我义父，你们得罪了我，就等着江家被抄家灭族吧！本才子定要将你千刀万断！主子，这州府的贪官与顾怀瑾已经落入咱们的罗网，只要您亮出大理寺少卿的腰牌，属下立刻将知府衙门封锁，将他们满门抄斩。您千金之躯，何苦在这江府受一个商贾之女的气？按兵不动，别吓着他。可是主子，那顾怀瑾明日定会去知府那里告密，江家怕是有大麻烦。若是这天塌了，我替他扛着便是。去，把知府贪墨的账本给我钉在知府衙门的牌匾上，我倒要看看，明天谁敢动江家一根汗毛。把整座宅子给我封死，一只苍蝇都不准放飞出去！顾怀瑾，你这畜生竟然还敢带人上门！江若锦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你江家勾结黑风寨土匪，意图谋反，知府大人明察秋毫，今日便是来抄家拿人的。男的发配充军，女的全都卖进教坊司当官妓。你血口喷人！知府大人，
勾结土匪的明明是顾怀金，这里还有他行贿买卖秋尾考题的铁证。什么密信？本官只看到一张废纸。顾怀瑾乃是本官的义子，是未来的探花郎，岂容你这等低贱商贾随意攀咬？你们官商勾结，颠倒黑白！江若锦，你现在才知道这青州城是谁说了算，晚了。不过我看在昔日情分上，可以给你指条明路。现在立刻跪下来求我，乖乖给我磕响头。若是把你顾大爷伺候高兴了，我或许还能求义父留你做个通房丫头。顾怀瑾，我江若明就算做鬼，也绝不向你这衣冠禽兽低头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人，把这贱人的衣服给我扒了，拖到大街上去示众。让他跪。顾怀瑾，你去问问这大秦的律法，谁敢让本王的王妃下跪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死乞丐也敢装神弄鬼！义父，就是这个乞丐打伤了黑风寨的人，快把他乱刀砍死！下官青州知府叩见镇北王殿下，殿下千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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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镇北王，义父，你老糊涂了，他明明就是江若锦养的一条狗，一个哑巴乞丐啊！畜生，闭上你的狗嘴！这当今圣上一母同胞的亲弟弟，大理寺卿兼镇北王萧无业殿下，你想害死九族吗？大理寺卿、镇北王萧无业，王知府，你的记性似乎不太好。昨夜本王命人将你这3年来贪赃枉法的账本钉在了衙门的牌匾上，你出门前没看一眼吗？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啊！是顾怀民，是这贱人蒙蔽了下官。应一，属下在。贪赃枉法，鱼肉百姓，就地正法，家产超没，3族流放。不，殿下！若姐，你帮我求求情啊！我以前对你那么好，我是被逼的。你跟王爷说说，留我一条狗命吧！别用你的脏手碰本王的人！顾怀瑾，你不仅勾结匪患，还敢对本王的女人动杀心，剥去秀才功名，挑断手筋脚筋，挂在城门暴晒3日。沈若姐，你不能好死！无罪！完了，我江家今天怕是真的要灭门了。王爷，民女有眼无珠，冒犯天威。这是民女刚才咬破手指写的休书，还有江家所有商铺的转让契。民女自知罪孽深重，不敢求王爷宽恕。民女愿意即刻流放宁古塔，绝不碍您的眼。休书。大前律例，王妃若无重大过错，男方不可休妻。女方若敢主动休夫，罪同谋逆，按律当诛9族。江若锦，你是在教本王做事吗？不，民女绝对没有休夫的意思。我是觉得我一个浑身铜臭的商贾，配不上王爷金枝玉叶。配不上。当初在大街上，是谁把绣球砸在本王头上，还当着全城百姓的面喊：“这男人本小姐要了，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。”怎么，现在用完本王翻脸无情，就想跑？我那不是被顾怀瑾那个畜生刺激的吗？我哪知道您放着好好的镇北王不当，要跑来大街上装乞丐碰瓷啊！碰瓷？本王那是奉密旨暗查青州贪腐案，为了躲避知府眼线才刻意伪装，结果刚进青州城，
就被强抢民男锁进了柴房。江若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错了。王爷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发誓，从今天起，您就是我江家的活祖宗。活祖宗？本王怎么记得，半个月前某人嫌弃本王劈柴太慢，一脚把本王踹进了雪堆里。那是为了锻炼王爷的体魄。王爷日理万机，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。哦，那3个月前腊月初8，你逼着本王去冰坑窿里洗澡，也是为了锻炼体魄？那是在给王爷活血化瘀，冬泳对身体好。是吗？那成亲当晚，你用浸了盐水的皮鞭抽本王，这又怎么解释？我当年猪油蒙了心。我那是看王爷气宇轩昂，骨骼惊奇，觉得一般的鞭策根本无法激发王爷的潜能。我都是为了王爷好啊！江若锦，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不去说出，真是可惜了。夫君、阿姨、王爷，过去都是我不懂事。您看，您今天一剑劈开黑风寨的大门，简直如天神下凡。我江若锦发誓，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，端茶倒水，绝无怨言。起来！我不，除非您原谅我。你再不起来，本王就真把你刚才写的休书昭告天下了。起，马上起。夫君，夜深路重，您站了这么久，肯定累了吧？大堂风大，咱们回房歇息。回房？本王身上有泔水味，只配睡后院那间漏风的柴房。胡说八道！谁敢说夫君有泔水味？我撕烂他的嘴！夫君身上明明是顶级的龙涎香，混合着迷人的男人味儿，好闻极了。江若锦，你再敢动手动脚，本王剁了你的爪子！不动。夫君，主卧的百年沉香木拔步床，我已经让人铺上了最软的苏锦被，金丝炭也烧得旺旺的，我保证把您伺候得舒舒服服的。哼，本王习惯了柴房的冷风，嫌炭火太燥。那我立刻让人把主卧的屋顶掀了，再搬2块大冰块放在床头，保证给您原汁原味的冰冷体验。来人，拿梯子来掀房顶。够了！大半夜的。那夫君是答应回主卧睡了？本王是怕你爹今晚被吓死，勉为其难留下来镇宅罢了。夫君，您走慢点儿，等等我呀，床还没暖热呢。小姐，你慢点儿。姑爷呢？姑爷在前厅用早膳呢，只是咱们江南商会的几个大掌柜正跪在院子里哭爹喊娘呢。吵醒你了？没有，夫君起得真早。夫君辛苦了，我来给您布菜。那是给你包的。若锦大侄女，救命啊！钱伯伯，您这是唱的哪一出？大侄女，昨夜王知府伏租，我们一早听闻钦差大人在你们江家，特来请罪啊！顾怀琛那个杀千刀的畜生，前几日拿着王知府的丰田，强行以1成的底价，将你们江家在城东的3座盐仓抵押给了我们江南商会。我们是真的不知道那是顾怀瑾私吞啊！1成底价，我江家那3座盐仓里足足压了10万吨上好的淮盐，你们1成底价就敢收，真当我江家死绝了吗？夫人息怒。
未获。钱伯伯，按照大钱商律，货款两清，概不退换。你们既然拿了知府的抵押文书，那盐就是你们的了。大侄女，你真是肯放过我们了？放过？你想得美！王知府贪墨抄家，他经手的买卖自然都是赃物。既然你们坚持不退，那这10万斗盐就是你们江南商会伙同贪官强占民财的铁证。影一大人，按大钱律例，强占民财数额巨大者，该当何罪？回王妃，轻则流放3000里，重则满门抄斩。满门抄斩！王妃饶命！王妃饶命啊！那些盐我们不要了，无偿奉还给江家。现在说不要，晚了。唉，我江家的盐仓因为你们这一倒腾，受了潮，误了功，还惊吓了我老父亲。这笔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，你们打算怎么算？我们双倍赔偿。双倍，5倍。另外，今年江南商会的茶叶和丝绸，江家要拿独家权。签了契约，我便向钦差大人求个情，说你们是受了蒙蔽，不予追究。否则，夫君，你看他们欺负我。影一，去把大理寺的虎头拉抬过来。签，我们立刻签！5倍赔偿，独家专卖权，现在就签！江大小姐，借势压人，敲诈勒索，你这算盘打的，连大理寺的铁算盘都自愧不如。这怎么能叫敲诈呢？这叫合理的商业索赔。再说了，我借的是我自家夫君的事，名正言顺。夫君刚才配合的真好，简直是天衣无缝。谁配合你了？本王只是见不得有人在江家的大院里大呼小叫，影响本王用膳。是，夫君最深明大义了。为了犒劳夫君，今晚我亲自下厨，给您炖10全大补汤。免了，本王还想多活几年。嫌我做饭难吃？当初你在柴房吃馊饭的时候怎么不挑食？江若锦，你是不是觉得有本王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肆无忌惮了？我没有。没有，那不如你跟本王解释解释，昨天夜里是谁在梦里喊着小皮鞭，给本小姐劈柴的？你偷听我睡觉！本王睡在你身侧，需要偷听吗？那是梦话，当不得真。是吗？可本王是个睚眦必报的人。既然江大小姐对劈柴和皮瓣这么念念不忘，今晚咱们就在房里好好切磋一下。怎么切磋？你说呢？晚上洗干净点，等着。完了，这追夫火葬场怎么越追越像羊入虎口了？夫君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不是说晚上要回房切磋吗？去城门，去见见你的老熟人，免得你夜里做梦还惦记着他。我惦记他，我恨不得扒了他的皮。夫君，您可千万别误会，我对顾怀瑾那个人渣只有杀父之仇般的恨意。哦，是吗？当初非他不下，为了给他筹接赶考的盘兔，连江家祖传的玉如意都要偷出去当掉的人，不是吗？那都是过去式了。我当时年纪小，瞎了狗眼，没见过世面。现在有了夫君您这般英明雄武、气宇轩昂的绝世美男子珠玉在前，顾怀瑾那种货色，给我倒洗脚水我都嫌脏。伶牙俐齿，下车。
到了。这不就是那个自诩清高的顾才子吗？怎么落得这般田地？听说是勾结黑风寨土匪，还想强占江家的家产，被大理寺的人查办了。呸！衣冠禽兽，活该！江若锦，江若锦，你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顾大才子，这城墙上风大，您那探花梦吹醒了吗？贱人，你别得意！你以为这残废乞丐真能护你一辈子？我告诉你，知府大人身后还有京城里的大人物，你们江家还有这个冒牌的王爷，迟早都要给我陪葬！冒牌？顾怀瑾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帮京城里那位大人物倒卖私银，敛财800万两的密账，本王没找到？你怎么知道？本王不仅找到了密账，还知道你把那账本藏在了黑风寨后山的枯井里。你以为本王为什么要在江家蛰伏3个月？就凭你和那个蠢猪知府，也配让大理寺卿亲自下场查办？不可能！王爷饶命！那都是京城那位逼我干的，我晚了，求你放我下来啊！脏，别看了。影仪，属下在。他既然这么喜欢拿京城里的大人物压人，那就把他的舌头割了，装在锦盒里，连同那本密账800里加急，送给京城的瑞王殿下当生辰贺礼。是。他怕了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夫君刚才威风凛凛的样子简直太迷人了，我对您的敬仰又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。行了，收起你那套溜须拍马的假话。江若锦，青州的案子结了，本王不日就要启程回京。那我呢？你不是已经写好休书，准备随时跟我划清界限吗？我撕了，早撕成粉末了！小狐妖，你讲不讲理？我都当着全城人的面叫你夫君了，你现在拍拍屁股走人，我以后还怎么嫁人？不行，你得对我负责。对你负责？既然让本王负责，那今晚就先把之前在柴房受的委屈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夫君，水烧好了，床也暖热了。您要是真气不过我以前抽你，您就抽回来吧。但我细皮嫩肉的，您下手千万轻点，别打脸行不行？江若锦，你拿根树枝糊弄谁呢？夫君，你冷静点，杀妻是犯法的。江若锦，你真以为本王是受虐狂？啊？难道不是因为你想掩护身吗？掩护身份大可去破庙，去乞丐窝，为何偏偏要留在你的柴房？3个月前，城外破庙，本王被瑞王派出的死士伏击，身中剧毒，双目失明，形同废人。是那个因为撞了顾怀瑾，差点被顾怀瑾手下打死的受伤乞丐。是，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我必死无疑，只有你，为了阻止顾怀谦杀人，强行把我抢回了江府，还以买个出气筒为借口，把我锁在柴房里，派了2个家丁日夜看着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你让我大雪天劈柴，
其实是在给柴拔手上涂抹了江家名下药铺最名贵的活血拔毒膏，逼我通过发力将毒素逼出体外。你让我去冰河里洗澡，是因为听大夫说我体内的火毒只有极寒之水真解。你以为你掩饰得很好，却不知本王哪怕瞎了，也能闻出那碗馊饭底下藏着的千年老参汤的味道。所以，你根本就没生我的气，你早就知道我是故意装凶的。不仅没生气，本王连这颗心都一并赔给你了。现在，本王要连本带利的索取报酬了。王妃准备好了吗？站住！镇北王府的正门，岂是你一个满身铜做的商商之女能进的？来人，带她去走偏门。影仪，外面是谁在狂吠？回主子，是焦宁郡主。太后娘娘有意将她指配给您做侧妃，她今日特意带了人来王府立规矩。夫君，你别动，这点小场面用不着你这尊大妃出面。我江若锦要是连个上门挑衅的小三都撕不过，我这大钱首富千低的名号，不如拿去喂狗。王妃请便。若有不长眼的，留口气给本王处置即可。这位大姐，你刚才说让我走偏门，放肆！你叫谁大姐？我乃堂堂亲王之女，焦宁郡主。你一个低贱的商户女，凭着点狐媚手段在青州勾引了王爷，还真把自己当王妃了。今日我就替太后娘娘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贱民！来人，掌嘴！我看谁敢动我！焦宁郡主是吧？你说我浑身铜锈，那你知不知道，你身上穿的这件流云锦是出自我江家江南13号绣坊？那又如何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你们这些低贱的商贾，本就该为我们皇亲国戚做牛做马。做牛做马，郡主可能不太了解行情。这流云锦，江家上个月就已经对你安亲王府断供了，原因无他，安亲王府已经欠了我们江家名下各大钱庄、布庄、米铺足足50万两白银，按大钱律例，欠债不还，商户有权收回货物。你血口喷人！我堂堂王府岂会欠你这等贱民的钱？翠儿，拿账本来给郡主过目。天宝3年4月，安亲王府赊账云雾茶300斤，计1万两。5月赊总计53万4千两白银，白纸黑字，皆有安亲王的大印。天啊！安亲王府竟然欠了江家这么多钱！平时看着光鲜亮丽，欠钱不还，还敢来人家正牌王妃面前摆谱，这脸皮得多厚啊！你个贱妇，竟敢当街污蔑皇亲国戚！来人，给我把他的嘴撕烂，把这什么狗屁账本给我烧了！本王才离开京城3个月，安亲王府的狗就敢跑到镇北王府门前乱吠了。吴越哥哥，我是焦宁啊！太后娘娘说了，这商女身份地位根本配不上你，只有我。你也配提她？江若文是本王明媒正娶的王妃，她手中的每一分钱都是清清白白赚来的。反倒是你安亲王府实名高血，欠债不还，还有脸在这里阴烟狂吠。哥哥，我可是皇亲国戚，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商女如此羞辱我？皇亲国戚，影一，去告诉安亲王，明日早朝之前，若是那50万两钱款没有送到江家钱庄，本王就亲自带着大理寺的虎头铡去他府上要账。是，滚！
你刚才那句亲自带着虎头铡去要账，简直帅呆了。不过50万两可不是小数目，安亲王要是真还不上怎么办？还不上，那就抄了他的家，拿他王府的地契和古董给你抵债。本王说过，谁敢欠你的钱，本王就替你把刀磨快。陛下有旨。臣萧无业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镇北王妃姜氏虽身伤赏，然明大义。青州案将上协入出查处，并将爹慷慨捐赠粮草10万担，白银100万两，解国之道权，大前女子之楷模。特敕封姜氏为1品镇国夫人。赐金步摇一对，良田千顷，钦此。王妃娘娘，快接旨吧。皇上说了，您姜家可是国库的财神爷，以后谁要是敢拿您的出身说事，那就是跟大钱的江山过不去。镇国夫人，我爹若是知道我不仅没被抄家，还混成了有封地的1品诰命，估计做梦都能笑话。臣妇叩谢隆恩。1品镇国夫人，现在觉得这王府的重门，你进的还是进不得？请。进得，不仅进得，这王府以后的账本，本夫人也全包了。好，王府归你，本王也归你。哦，夫人这是要钱不要命，还是重财轻夫？我这叫勤俭持家。再说了，你堂堂镇北王大理寺卿，怎么一进屋就像个土匪似的？土匪？本王若真是土匪，早在青州闪过黑风寨那天，就把你这牙尖嘴利的小丫头就地正法了，还用等到今天？某人可是用一根进了盐水的皮鞭，把我赶去了漏风的柴房。如今在京城，没有皮鞭，也没有柴房，王妃打算用什么来伺候本王？夫君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江若锦，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真是天下无敌。不过，既然你提到了解毒，今晚本王又中毒了，需要王妃亲自来解。你又中毒了？自3个月前在江府柴房第一次吃到夫人亲手送的馊饭起，便已深入骨髓，唯有夫人以身相许，方能解救。夫人，你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大钱第一富婆了，本王以后就只能靠你养了。算你识相，既然你这么上道，那本夫人就勉为其难，收了你这个吃软饭的王爷吧。吃软饭？既然夫人这么大方，那本王今晚就好好陪陪你。夫君，叫阿介。阿介，我在。良宵苦短，夫人若是再想账本和银子，本王可是要重振夫纲。